北韩最奇葩的10条规定，第1条在其他国家合法，在北韩却可能判死刑。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谜团和传说。这个闭塞而集权的国家，它的政治体制、文化习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迥然不同，很多规定超出了外界的想象。而这其中的一些，若不遵守，就是触碰法律红线，轻则受罚，重则入狱，牵连祖孙3代。今天，世界侦探就带大家一起看看这些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惊异莫名的奇葩规定。第10条，禁止住饭店，禁止婚前同居，禁止使用保险套。为什么要把这3条规定合成一条？因为世界侦探觉得这3条规定环环相扣，互相制约。随着时代的发展，北韩是鼓励自由恋爱的，但是北韩的年轻人很少谈恋爱，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婚前同居是违法的，如果情侣坠入爱河，完全没有地方释放。其次，北韩的住宿规定对本国公民来说非常的严格，在这个国家，住宿饭店是为外国游客开放的，而本地人是不被允许入住的，他们只能住在自己的家里。所以，如果年轻人擦枪走火，没有革命根据地，如何打响第1炮？最后，北韩禁止所有类型的避孕措施，所以买不到套套。万一没控制好，导致未婚先孕，不仅会受到相亲的谴责，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为了提高国民生育率，北韩禁止人民生育管制，亦禁止生产和出售保险套。但是朝鲜民众对于避孕套的需求量很大，如果把套套当作礼物送给北韩人，他们会很高兴。这也在中朝边境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链，走私保险套。北韩的男人在强制性的政府工作中得到的微薄工资基本上不值一提，这迫使他们的妻子要想出各种办法来维持生计。不少中朝边境的北韩女人会从中国走私保险套，再偷偷卖给有需求的人和性工作者。当然，这些规定只针对朝鲜普通民众。据日本中央日报报道，日本广岛大学客座教授木野爱博出版了名为《金正恩与金宇正》的最新著作。其说，金正恩与哥哥金正哲年轻时常带着漂亮女性出入平壤的高丽酒店，只要兄弟俩入住，饭店就会封锁出入口，不让房客自由活动。然而，两兄弟日日喧淫的行为也彻底惹毛当时还在位的父亲金正日，气得下令两人禁止进出高丽酒店。尽管如此，天生反骨的金正恩却与听话的金正哲相反，不愿听从父亲指令，照样带着女人出入饭店，让父子关系降至冰点。所幸有妹妹金宇正居中协调，父子俩的关系才有所缓和。即使是成为领导人后，金正恩也曾与多名女子传出绯闻，包含知名女歌手玄松月。如今他看似收山，甚至破天荒带着女儿公开亮相，企图营造好父亲的形象。第9条，禁止卫生棉。真是令人震惊，这个国家的女性大多没用过卫生棉，家境较好的用纱布或绷带，贫穷的只能用普通的布，而且不是一次性的，要循环使用。在例假期间，他们每天都要洗自己的卫生布。由于位于亚洲东北部，且海拔较高，朝鲜的冬天异常寒冷，而且大多数地方都没有暖气设备。在女学生或女工的宿舍区，你会看见一条独特的风景线，晾晒在外的壮观的结冰的卫生布。第8条，禁止笑容。你知道吗？每年都有一天，北韩民众是不被允许笑的，微笑也不可以，否则会被面临牢狱之灾。北韩建国时间不长，但对节庆的重视程度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北韩的太阳节，每年都十分隆重。而太阳节其实是为了纪念北韩领袖金日成的，因为朝鲜人民认为金日成的诞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太阳升起来了。在这天，当地民众会走到平壤万寿台的金日成铜像处献花，表达对金日成的纪念。不过在北韩太阳节期间，一切娱乐活动都是被禁止的，而且民众甚至不能微笑。如果在太阳节期间笑，那就算是对神明的亵渎。金日成在北韩的地位十分崇高，大家甚至相信金日成是拯救北韩的神，所以如果在这一天微笑，就是对领导人的不尊重，被发现之后就可能被判刑。第7条，犯罪牵连3代。北韩的犯罪率很低，因为你不只要约束自己不犯罪，还得时时提醒家人朋友不要逾越雷池。否则，如果你的亲戚犯罪，那么你很有可能被连累。连坐在古代任何国家都是很常见的，一些犯了重罪的犯人可能就会被判诛全族。但是在现代朝鲜，连坐制仍然存在，不少朝鲜人向往外界的生活，因此产生了许多脱北者。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脱北者，那么其余人将会全数投入劳改营，变成罪无可赦之人，终身服刑。
所以在朝鲜，为了让自己的家人过安稳日子，也必须谨言慎行。第6条，美国人禁止进入朝鲜。几十年来，北韩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是北韩首都平壤街头飞弹击毁美国国会的宣传海报，图上的文字说，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回应。以往入朝旅行的美国游客就非常少，直到2017年7月27日，北韩颁布法令，彻底禁止美国公民进入北韩旅游，除非经过特别许可。这源自于美国大学生的北韩旅游事件。2016年，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在北韩旅游时，瓦姆比尔被指控试图偷窃平壤一家酒店的宣传海报，之后被判处15年，并在朝鲜服苦役。虽然经过美国政府施压，北韩释放了瓦姆比尔，但回国时他已经陷入昏迷，回国不久后就宣告死亡。第5条，禁止奢侈品。自2006年10月，该国首次进行核试验后，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颁布了对北韩最严格的奢侈品进口条例。对北韩实施的制裁旨在打击平壤领导层，剥夺他们获取珠宝、游艇和豪华汽车的途径，试图削弱朝鲜人享受奢华生活，以此给北韩政府施压，令其终止进一步的核试验计划。事实上，北韩一般民众一直被禁止购买奢侈品，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金正恩一家对奢侈品的热爱远远超越你的想象。当金正恩前往俄罗斯时，有人看到他戴着一只 IWC 手表，而他的妹妹则拿着一个价值$7000的迪奥包包。据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的妻子和女儿在其他活动中也分别戴上了摩凡托手表和迪奥夹克。从下榻的宾馆到高峰会会场的最后一段距离，金正恩则是以车代步。你注意到金正恩的坐骑了吗？金正恩坐的可不是普通的梅赛德斯，而是梅赛德斯奔驰系列中的顶级车迈巴赫 S600卫队和迈巴赫 S62，这2款车型都是装甲防弹车，每辆售价都在160万美元以上。金正恩坐着豪华宾士招摇过市，戴姆勒公司有点坐不住了。戴姆勒公司透过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发表声明，我们不知道金正恩的豪华车是怎么弄到手的，是谁，又是透过什么渠道供的货。华盛顿高级防务中心与《纽约时报》的调查追踪，使用包括航运记录、船舶航行数据和卫星图像在内的公开讯息，详细列出了这2辆车的行进路线图。货物追踪记录显示，2018年6月，2辆梅赛德斯轿车在鹿特丹港用货柜装船发往中国大连，直到8月26日，又由中国发往日本，3天后又从日本发往韩国釜山。离开釜山后的行程最为神秘，船只在海上多次更换悬挂国旗和注册国籍，最终到达俄罗斯的纳霍德卡，经俄罗斯空运至北韩。第4条，发型限制。如今个人化、多元已成为时尚潮流的主旋律，五花八门的美发染发随处可见，大街小巷便是精心打理的造型，短发、长发，大波浪无一不在。但是在与世隔绝的朝鲜，人们对发型的选择受到空前限制。北韩女性只有18种发型可供选择，基本上都是短发，少见长发。年轻女孩偏爱简单可爱的短发，已婚女性则多选择微卷的短发造型。连北韩电视节目的女星也大都接着2马尾，看不出个性。北韩男性发型选择更单一，只有10种模板式的短发，发长不能超过5厘米，通常是简单的大背头。每半个月，北韩人都要去剪一次简单的发型，男性头发长度不过5至7厘米，女性也很少留长发。北韩当局认为个性发型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要求发型统一，有利于管理。第3条，禁止苹果产品。在朝鲜，出售任何类型的现代高科技装置都有限制，购买苹果手机和 iPad 更是不可能。但这只是针对一般民众。从媒体公布的金正恩照片来看，金正恩桌上的是去除 logo 的苹果电脑，手机也是最新的 iPhone。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使用最新 iPhone 手机的传闻出现后， iPhone 开始在北韩精英阶层人气颇高，因为朝鲜本地的阿里郎和平壤 Touch 等手机品质太差。第2条，电视只有4个频道。据报道，北韩9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但是电视只有4个电视台，那么这些频道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以及播放什么样的节目？估计很多人对此很好奇。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说的是北韩中央电视频道，它是北韩中央广播委员会下属的国营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内容基本上都是新闻报道、纪录片、科教片、卡通、天气预报、电影和运动比赛。龙南山频道是主打教育类节目的教育文化电视频道，该台成立的目的主要是普及科技文化和进行电视教学。除了之前的外语教育课程外，
还有各种节目、欧美电影、动漫、大学生运动比赛、大学生外语竞赛、大学生常识比赛等。体育频道主要播国内外的体育赛事和体育科普等等。体育电视频道会转播奥运、世界杯、英超、CBA、NBA、网球比赛等国际上著名的运动比赛。最后是社会文化电视频道，主要播放社会知识、料理教育、交通教育、电影等等。第一条，禁止使用韩国俚语。北韩和南韩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中，包括战争和领土争端。北韩政府认为使用韩国俚语会削弱北韩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独立性，所以2021年7月18日，北韩官方媒体敦促该国年轻人不要使用韩国俚语，并要求他们使用本国的标准语言。同时，北韩劳动新闻再次警告年轻人不要学习韩国的时尚、发型及音乐。这是北韩近来打击外来文化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北韩2020年12月推出反动思想文化排斥法，旨在借此根绝一切外国影响，一旦发现便会严惩，可能被囚禁甚至处决。